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Amanda 的慢食慢语。今天教大家做非常受欢迎的蜜汁叉烧。做叉烧呢，首先你需要一块猪的梅花肉，然后剩下这些都是做自制叉烧酱的配料，有玫瑰露酒、蚝油、红曲米、黑胡椒、蒜片、姜片、生抽，然后是蜂蜜。首先这个肉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，尽量选梅花肉，也就是猪的肩膀位置，就是它的前腿和身体连接部位的这个肉。切开后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里面有这样均匀分布的脂肪的花纹，有了这些脂肪的滋润，叉烧的口感才会润滑又软嫩。把大块的梅花肉切成直径大概5公分的肉条，放在一旁待用。下面来调配自制的叉烧酱。这里再介绍一下这个玫瑰露酒，这是在粤菜中很常用的烹饪用酒，就是度数比较低的白酒，带有淡淡的玫瑰香味儿。如果你没有这种酒的话，也可以换成普通的低度白酒、米酒或是料酒都可以。下面把红曲米放在一个碗中，倒入玫瑰露酒，然后生抽，这样把红曲米浸泡一会儿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这个米就会泡得比较软。用勺子在碗壁这样试一下，可以很轻易的把米粒碾碎的时候就好了。然后就用你的勺子这样碾一下，让红曲米里头这个红色的色素尽可能多的提取出来，然后再过滤一下，滤出来这个酱汁就已经带有一点红色了。这样做呢，就是为了让后面的叉烧烤出来有那个红润的色泽。不过红曲米只是为了上色用的，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不加，对味道的影响不大，只是烤出来没有那么红亮。下面再倒入蚝油，倒入蜂蜜，最后是黑胡椒。拌匀之后，这个自制的叉烧酱就做好了。然后呢，你还可以按照个人的口味把这个酱料做出一些变换，比如加入苏梅酱或是加入五香粉，都可以做出一些变化来。如果你不想自制呢，用市售的叉烧酱也是完全可以的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，自制的这个酱汁因为用到了红曲米，所以色泽会比较偏红。市售的酱汁呢，它含有更多的糖分，并且质地也更粘稠一些。下面就要腌制了，找一个保鲜袋，把肉放进去，再放入蒜片、姜片，把自制的叉烧酱倒进去，挤出袋子里的空气，密封好。给它按摩一下，然后放入冰箱腌制，需要腌制1到2天的时间。腌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，叉烧才会入味儿。所以做这道菜呢，你需要提前准备。我这2块肉腌了大概1天半的时间，现在拿出来放在烤架上，注意下面的烤盘要垫上锡纸。下面呢还要准备一个刷在叉烧外面的蜜汁，需要用到刚才腌制肉剩下来的酱料，然后蜂蜜和油。把这3样东西等比例的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。一会儿呢，刷在这个肉的外面，它烤出来就会有漂亮的焦糖色。这个时候可以开烤箱预热了，开到200度。如果你的烤箱有烧烤功能的话，最好是选烧烤功能。下面呢，把这个混合好的蜜汁均匀的刷在腌制过的肉上面，两面都要刷到。注意呢，下面的烤盘一定要垫上锡纸，如果不垫锡纸，下面这个烤盘基本上就没有可能刷干净了。现在把刷过1次蜜汁的肉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，放在中上层200度烤大概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呢，拿出来，这个肉已经开始上色了。这个时候要再刷1次蜜汁，也是2面都要均匀的刷到。
然后还要把肉反个面，再放回烤箱，还是200度，再烤10分钟，大概总共烤20分钟就好了。烤的时间呢，要按照你肉的大小来调整，像我这种横截面大概5公分的肉，烤20分钟就足够了。如果更大块呢，需要烤更长的时间。烤好出炉的叉烧可以马上刷上一层油，防止这个肉会变得干燥，让它的外层一直是这个油润的感觉。下面呢，你要耐心的等一会儿，至少要等到叉烧变得温热了再切，千万不要在它刚出炉的时候就切，这个跟煎牛排是一个道理。等它稍微凉一凉，或者是完全凉透了再切也可以，切成薄片就可以上桌了。上桌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再额外的配一点苏梅酱，或者呢是我们之前做好的那个自制叉烧酱，把它煮开煮粘稠之后，也可以作为蘸料一起上桌。不过呢，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叉烧，即使什么都不蘸，也是非常入味，味道很足的。做叉烧呢，没有太大的难点，主要就是要有耐心，给它足够的时间腌制，然后烤的时候掌握好那个火候，让叉烧的外层呢是有这种漂亮的焦色，而内部呢，因为有红曲米的染色的作用，它会呈现一点淡淡的粉红色，而且肉汁是保留得很好，肉质软嫩，吃起来又入味儿，是名副其实的外焦里嫩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肉的选择也比较重要，一定要有适当脂肪在里头，所以我不建议用里脊来做叉烧。如果你喜欢更肥一点的呢，用五花肉也可以。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期慢食慢语，并且都能做出自家版本的好吃的叉烧肉来。请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给我点赞、订阅并且关注。最后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